我全款买的江景房好心借给落榜的表弟暂住。1年后，我带着未婚妻回家，却发现大门连指纹锁都换了。屋里姑妈正穿着我买给我妈的真丝睡衣打麻将，当着我未婚妻的面指着我的鼻子骂：“你都有2套房了，这套给你当婚房怎么了？当哥的别这么没良心！”我笑了，没吵没闹，只是默默拿出手机拨通了110，并预约了本市执行力最强的清场公司。我的房子就算是丢进垃圾桶，你们也别想占1分1毫。顾阳，你表弟住在里面，我们突然过去会不会打扰到他？要不咱们还是先去外面吃个饭？这是我们的婚房，早晚要收回来的。孙浩工作3年了，我之前给他发过微信，说年底我要结婚，让他提前找房子。今天正好顺路去看看他搬的怎么样了。B 验证失败 ，B 验证失败，系统已锁定。这款锁是我花6000多装的德国进口货，不可能轻易出故障。怎么了？没电了吗？我的房子门锁被换了，而作为房主，我毫不知情。碰3万，哈哈，清一色，给钱。分控师的直觉告诉我，事情已经超出了表弟借住的范畴。谁呀？大晚上的耗丧呢？催日夜费的，明天再来。哎呦，是杨子啊！你来怎么也不提前打个电话，吓我一跳，我还以为是物业那帮吸血鬼呢。我没有理会他的抱怨，目光越过他肩膀看向屋内。那原本精心设计的极简风客厅，如今昂贵实木地板上满是黑色鞋印和烟头，真皮沙发上堆满没洗的衣服和外卖盒。客厅正中央赫然摆着一张自动麻将桌，3个不认识的中年男女正叼着烟，肆无忌惮地打量着我和秦雅。我的血压在飙升，但死死压抑着情绪。姑妈，你怎么在这儿？门锁怎么回事？这些打牌的人又是谁？嗨，你弟说城里房租贵，我也想进城享享清福，半个月前就搬来了。门锁嘛，之前那个坏了，我找开锁师傅给换了。这几位都是楼下广场舞认识的牌友，怎么，我亲侄子的家，我带几个朋友来玩玩不行啊？阿姨，这是顾阳买的房子，你们不仅没打招呼就搬进来，还私自换锁，甚至把顾阳妈妈的衣服穿在身上，这太过分了吧？哟，这丫头谁呀？长得妖里妖气的，大人说话有你插嘴的份儿吗？她是我未婚妻，这座房子未来的女主人。姑妈，请你对她放尊重点。女主人，顾阳，我告诉你，这门都没有。浩浩下个月就要结婚了，女方那边说了，没房不领证。我想过了，你公司不是刚给你配了套人才公寓吗？你有2套房了，这套就当浩浩的婚房。你爸走得早，当初你上大学，我们家可是随了200块钱份子的。你现在出息了，当大老板了，就该拉扯拉扯你弟。1套房子而已，你亲弟弟的终身大事重要，还是你跟这个不知道哪来的女人快活重要？当哥的别这么没良心。就是啊，小伙子，做人不能忘本啊。亲戚之间哪有算那么清楚的？1套房而已嘛。我看着屋里这群鸠占鹊巢却理直气壮的强盗，又看了一眼被气哭的未婚妻，我笑了，没有歇斯底里的反驳，也没有争论那200块钱份子钱的恩情。我后退一步，将秦雅护在身后，当着姑妈的面掏出手机。姑妈，你说的对，亲戚之间确实不该算得太清楚。算你小子还懂点人事儿。喂，110指挥中心吗？我要报警。我位于明月湾12纵802的私人住宅，目前遭遇不明身份人非法迁入，对方破坏了我的门锁，非法占有我的私人物品，并且屋内有超过4人正在进行聚众赌博，涉案金额目测过万，请立刻派警力过来。刘翠华，你不是说这是你亲侄子的房子，绝对安全吗？你可把我们坑惨了！你们现在走也可以，我已经拍下了你们的面部特征和现场情况，小区物业的高清监控也会记录下你们离开的轨迹。等警察到了，这叫畏罪潜逃，从行政拘留升级到什么定性，你们自己掂量。顾阳，你疯了吗？我是你亲姑妈，你居然敢报警抓我，你还要不要脸了？你把你爸的脸都丢尽了。脸面是自己挣的，不是别人给的。你既然敢带人到我的房子里聚众赌博，就该做好被查的准备。同志啊，你们可得为我做主啊！我这大老远从乡下来城里看侄子，这白眼
仅要把我赶出家门，还报警诬陷我，我不活了，我这把老骨头干脆死在这里算了。是谁报的警？怎么回事？同志，是我报的警，我是这套房子的产权所有人，我叫顾阳。这是我的证明。这3个人我不认识，他们涉嫌在我的私人住宅内聚众赌博。而坐在地上这位，虽然是我名义上的亲戚，但他非法更换了我家的门锁，强行霸占了我的房屋。同志，你先起来。既然是亲戚，这就是家庭内部纠纷。但里面打牌是怎么回事？什么强行霸占？同志，你评评理，他这房子本来就是借给我儿子住的，我是他姑妈，我来照顾我儿子，住几天怎么了？至于打牌，我们就是亲戚朋友打着玩玩，那是娱乐，算什么赌博？对，娱乐打得小，1块2块的，1块2块需要用到100元大钞，现场赌资目测已经超过3000元立案标准了。既然你们说是娱乐，那就去派出所跟监控和转账记录解释吧。你们几个把身份证拿出来，站到墙边去，桌上的东西谁都不许动。顾先生，关于赌博的问题，我们会依法处理。但关于房产纠纷，对方毕竟是你姑妈，而且这房子之前确实是借给他儿子住的。这种民事纠纷，我们一般建议你们内部协商解决。我知道，很多霸占房产的案件，最后都会因为家庭纠纷4个字变成一笔烂账。但我既然敢报警，就不可能打无准备之仗。同志，我不需要协商，因为这份免租竞住协议已经赋予了我单方面收回房屋的绝对权利。第3条，甲方顾阳同意将房屋无偿借给乙方孙浩，仅限其本人居住使用。第4条，乙方在借住期间严禁私自将房屋转建、转租给任何第三方，包括乙方的其他亲属，严禁在屋内从事任何违法违规活动。第7条，若乙方违反上述任何条款，打方有权在不通知乙方的情况下，单方面立即终止协议，并限期乙方在24小时内无条件搬离。上面有你儿子孙浩的亲笔签名和手印。现在，第一，你不是协议上的借住人；第二，你在我的房子里聚众赌博；第三，你损坏了我的原装门锁。这协议立刻作废。同志，现在这已经不是家庭纠纷了，这是一起违约后的非法侵占他人财产事件。我要求他们今晚立刻滚出我的房子。刘女士是吧？产权人和租赁协议都很明确，你确实没有权利住在这里，更没有权利换锁。你现在的行为已经构成了违法。妈，网怎么断了？我这正打回战呢。我操！正好，正主出来了。孙浩，去收拾你的东西。哥，杨哥，这是怎么了？顾阳，你别太过分！大半夜的，你让我们娘俩去哪儿？我们就是不搬，你能拿我们怎么样？还能把我们直接扔出去不成？半个小时前，我在发现门锁被换的时候，就在 IP 上预约了本市口碑最好的雷霆24小时清场搬家公司。他们承诺40分钟内到达，也就是说，还有10分钟，会有8个专业的搬运工上门。我会让他们把属于你们的所有私人物品，包括那台我出钱给你买的电脑，全部打包。你们不用操心去哪儿，我会让搬家公司叫一辆货拉拉，连夜把你们的东西运回老家县城的客运站，运费到付。顾先生是吧？雷霆搬家，您下单的家居清场服务，除了属于这套房子原本的家具家电，其他的衣服、被褥、杂物全部清空。明白。注意，动作快点，但别破坏我的地板。房主有权处理自己房屋内的物品，你们最好配合。如果发生肢体冲突，我们就直接拘留了。顾浩，你个冷血动物，你这么对我们，你会遭报应的！我要在亲戚群里曝光你，我要让你身败名裂！随便你曝光，不过在曝光之前，记得先准备好钱。明天一早，我的律师会正式起诉孙浩，追讨他这3年违规占用的房屋无缴费，以及他偷刷我副卡的27000块钱。
走吧，今晚先去住酒店，明天我叫保洁把房子彻底消毒一遍。顾阳，今晚的事你做得对，如果不是你这么果断，那套房子可能真的会被他们一点点蚕食掉。只是你姑妈那边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我太了解我姑妈了，对于这种习惯了吸血的人来说，一旦切断她的公共区管道，她第一反应绝对不是反思，而是利用一切道德制高点来网暴我。大家快来看看啊，这就是我们老顾家培养出来的好大儿，赚了几个臭钱就不认穷亲戚了，大半夜的叫警察抓我，还雇了一帮流氓把我娘俩的东西像扔垃圾一样扔到了大街上。我苦命的哥哥，你看看你生了个什么冷血动物！一套空房子宁愿落灰都不给自家亲弟弟当婚房，还要起诉浩浩，这是要我们全家往死里逼啊！杨子，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姑妈再怎么说也是长辈，就算做错了点事儿，你也不能把事情做绝啊！赶紧给你姑妈道个歉，把人接回去。哎呦，人家现在是城里的大老板了，哪还能看得上咱们这些乡下亲戚？浩浩下个月就结婚了，女方要房子，杨子，你手里宽裕，借一套怎么啦？亲情难道还比不上一套钢筋水泥？这群人怎么这样？明明是他们强占房子聚众赌博，怎么到头来全成了你的错？我来替你骂他们。跟这群人讲道理或者对骂是最愚蠢的做法，因为他们根本听不懂逻辑，只会把你的底线拉到和他们一样的泥沼里，然后用丰富的泼妇经验打败你。我让孙浩免费住了3年，水电物业全包，甚至倒贴生活费。我做这些是因为我念及亲情，但我资助他，不是为了让他妈带着一群不三不四的人在我家里开赌场的。我刚才查了信用卡账单，孙浩这半年偷偷绑定我的副卡，累计消费27400元，用于购买游戏装备和打赏女主播。我已经委托律师，明天正式向法院提起诉讼，追回这笔钱款。大伯、二婶、强哥，既然你们觉得亲情比钢筋水泥重要，那孙浩下个月结婚的婚房和这2万7的欠款，就劳烦各位长辈凑一凑，帮他填上了。谁先打钱，我顾阳敬他是一条好汉。涉及到要掏他们自己口袋里的钱，他们跑得比谁都快，这就是人性。我已经斩断了那些不断稀释我能量的烂树根，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将是我顾阳全新人生的开始。顾先生你好。王经理，我来调取昨晚8020门外的监控录像，再登记一下新门锁信息。好的，我叫人给你拷贝一下，你先坐沙发上稍等一会儿。这个监控录像就是我作为起诉孙浩非法破坏私人财产的证据。王经理，你们这季度的财报完全是在糊弄鬼。这笔高达120万的外立面修缮基金，为什么会被混入日常保洁的人员开支里？根据物权法及相关条例，专项维修资金和物业服务费必须分账核算。你们这是严重的财务违规，甚至涉嫌挪用公款。陈律师，陈总，您别生气，这真的是做账的时候手抖填错科目了，绝对没有挪用啊。真的是跟我没一样了，真的是会计失误。这不是填错科目，这是典型的名股按债式资金池套路。陈律师对吧？您看这边的现金流走向，这120万修缮基金并没有真的进入保洁开支，而是通过保洁公司的外包合同走了一个过桥，最终流向了这些长辉绿化工程公司。如果我没猜错，这家绿化公司的法人代表应该和咱们物业公司的某位高层有着密切的亲属关系。爷爷，
你们这是利用阴阳合同，把业主的专项维修资金洗出来，去做你们自己公司的短期过桥搭桥业务了吧？这可不仅仅是违规，这是职务侵占。你胡说什么？别在这血口喷人！好一招顺藤摸瓜，年轻人眼光够毒辣的啊！鄙人陈明哲，君和联合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也是咱们明月湾的业委会主任。居然是君和联合律师事务所，本市排名前3的红圈律所。顾阳，恒泰资本高级分控师，刚好路过，听见二位聊财报，职业病犯了，多说了2句。陈律师见笑。顾阳，我听过你的名字，不过我更欣赏的是你昨晚的表现。我就住在12栋902，就在你家楼上。昨晚警察来的时候，我刚好下楼遛狗，在电梯口看完了全过程。能在面对胡搅蛮缠的极品亲戚时，完全剥离情绪，用最冰冷的法律条款和铁证进行物理切割，这份绝对的理智和杀伐果断的边界感，比你看透这份财报更让我惊艳。顾阳，恒泰资本给你薪水配不上你的能力和手腕。我们律所最近正在组建一个全新的企业深度合规与危机处置特别调查部，我们需要一个既懂财务审计又精财风控，最关键是做事足够绝不留台例的人来当总监。年薪200万保底，外加团队业务提成，3年后保送你进合伙人序列。怎么样？有没有兴趣从一个给人打工的风控螺丝钉跳出来当真正的执旗人？在这个社会，善良没有獠牙就等同于软弱，只有拥有绝对的资源和实力，才能将那些吸血鬼彻底碾碎。陈律，合作愉快，我明天可以去律所报到。不过在这之前，我还需要用一点时间处理2只嗡嗡叫的苍蝇。身份的转变带来的是视角的彻底颠覆。以前我是在泥潭里和人厮杀，现在我坐在云端，手里握着能够碾碎一切的法理铡刀，而这把铡刀的第一落点就是孙浩。孙浩的事情进展怎么样？顾总，27000元信用卡盗刷案已经立案，法院批准了诉前财产保全，直接冻结了孙浩名下的所有银行卡和支付账户。另外，我们调查他3年资金流水时发现，他在物流公司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之便虚假报销，挪动过公司几万块钱。我已经以匿名风险提示函的形式发给了对方财务总监。很好，结果如何？昨天孙浩已经被物流公司直接开除，本月工资和赔偿金全额扣除以填补亏空。他那位要求必须有城里全款婚房的未婚妻，得知孙浩没了房子，丢了工作，面临起诉被冻结账户后，当晚发了一句“分手吧你个骗子”，将他彻底拉黑。房子没了，工作黄了，老婆跑了。按照我姑妈那种极端自私且极具攻击性的人格，在走投无路之下，她绝对会把所有的错都归咎于我，并且会进行最后一次极其疯狂的反扑。他叫顾阳，就在你们楼上当大官。他为了独吞家产，把他亲弟弟赶出家门，害得我儿子工作也没了，媳妇儿也跑了。他还找黑律师冻结了我们的银行卡，这是要逼死我们孤儿寡母啊！顾阳，你个没良心的王八蛋，你终于敢出来了！你今天必须把我们的银行卡解冻，还要赔偿浩浩的精神损失费和青春损失费，不然我今天就死在你们公司门口，让你这辈子都抬不起头来！顾阳，你做的太过分了！你不借房子就算了，凭什么影响我的工作，导致我的感情出现问题？你给我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今天必须给我一个交代，赔偿我50万，不然我们就一直在这里解决问题。闹够了吗？没闹够，你不给钱，我们就不走。小林，根据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在企业办公场所寻衅滋事、大声喧哗、扰乱正常办公秩序，且敲诈勒索金额超过30万的，构判几年。顾总，如果定性为寻衅滋事，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定性为敲诈勒索，50万的数额属于数额特别巨大，起步就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你少吓唬人！我们什么时候敲诈了？那是你应该赔给我的。再说了，我们这叫家庭纠纷，警察来了也管不着。家庭纠纷，孙浩，你是不是觉得，只要披着亲戚这层皮，你犯下多大的错，都能用这4个字糊弄过去？前天在起诉你盗刷信用卡的流程中，为了确保我的个人征信没有受到其他污染，我顺手做了一次深度的个人征信及网贷审计报告。这一查不要紧，我发现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半年前，有一笔高达30万元的地下高利贷业务，
谢凯仁是一个因赌博而负债累累的无业游民，而这笔高利贷的连带担保人居然写的是我的名字。我名下的房产信息、身份证复印件以及我亲笔签下的担保同意书手续齐全，而据我所知，能接触到我这些私密证件的，只有住在那个房子里的你。浩浩，你借高利贷了？不是我没有。哥，杨哥，你听我解释，我只是想赚点快钱。那个借款人说，只要我提供担保人，他就能给我5万块钱的好处费。我以为他会按时还的。你以为？所以你就偷偷翻了我的书房，偷拍了我的证件，并且伪造了我的签名去给高利贷做担保。孙浩，你知道伪造他人签值涉及金额30万，在法律上叫什么吗？这叫涉嫌合同诈骗罪，以及伪造企事业单位及个人印章签名罪。哥，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你救救我，我不想坐牢啊！妈，你快帮我求求哥呀！杨子，姑妈给你磕头了，千错万错都是姑妈的错，你别抓浩浩啊，他还年轻，他要是坐牢了，这辈子就毁了呀！他毁掉别人的时候，可没想过别人的一生。当他伪造我签名那一刻，如果那30万个还不上，背上巨额债务，被催收公司泼红旗，毁掉一生的人，就是我。很遗憾，你们现在求我已经晚了，因为在下楼之前，我不是报的110，我打的是市公安局经侦大队的专线，涉案30万的刑事经济犯罪案件，他们非常重视。哪位是顾阳先生？谁是孙浩？我是顾阳，证据已经准备好，后续君和的律师团队会全权对接。至于他，就是犯罪嫌疑人。哥，你不能这么绝呀！妈，救我啊！叫辆救护车把这位女士拉走，医药费算我的。顾阳，这是你入职以来的第一个案子，如果做成了，你在君和合规与危机处置部总监的位置就彻底坐稳了。凌云智控，国内目前估值排名前3的无人机初创企业，下周3即将在 B 市进行 C 轮融资签约仪式，预计融资金额8个亿，领投方是红索和高阳。陈律，这是一家准独角兽企业，正在冲击纳斯达克 IPO 的路上，我们的目标是什么？他叫林宇，凌云智控的创始人兼原 CTO。这套绝密的核心飞控算法，就是他带着团队在地下室熬了3年写出来的。而这位叫赵凯，林宇大学时期的好兄弟，凌云智控的现任 CEO 兼最大持股主。上个月，赵凯以林宇研发进度不达标，严重影响公司 IPO 进程为由，强行启动了回购调量。林宇不仅被赶出自己创立的公司，手里原本属于他的30%股权，被强制按原始出资额的100万买断。100万买断一家即将估值几十亿的准独角兽公司的核心创始人股权，这简直是明抢。林宇现在倾家荡产，抑郁症发作，差点跳楼。他找到了我们君和，但棘手的是，赵凯背后的法务团队非常强大。从法律文本上看，那份回购协议天衣无缝，林宇是自愿签字的。如果我们走常规的股权诉讼，官司打上3年5载，凌云智控早就上市套现了，林宇连汤都喝不到。我需要你用风控师的眼光，在这看似无懈可击的铁桶阵里，找出一个致命的裂缝。陈律，法律的文本或许没有漏洞，但人性的贪婪，处处都是漏洞。小林，立刻调取凌云智控近2年所有公开的工商变更记录和关联企业图图，重点查他们上下游的供应链公司，特别是那些成立时间不足1年、注册资本小，但与凌云智控有巨额资金往来的皮包公司。明白，顾总。赵凯既然急着上市，就必须向 C 轮投资科交出一份极其漂亮的营收数据。单靠卖无人机，利润增长不可能那么陡峭，他一定是通过虚构造交易，左手倒右手，把营收做高。3天，我要看到赵凯做假账的铁证。只要找到这个死辩，不需要法院判决，我让他自己乖乖把林宇的股权吐出来。顾总，抓到了，抓到这只老鼠了！有一家注册在霍尔沟斯的星汉科贸有限公司，法人改标叫王丽。我们查了王丽的社保记录，她是赵凯母亲的乡下远房表侄女。
这家公司过去1年以采购高精尖零部件的名义，从凌云智控拿走了8000多万的预付款，但实际上发回来的货全是市场上廉价的残次品。赵凯不仅在虚增营收，他还在通过这种方式疯狂洗出公司的现金流，转移到他自己的私人口袋里。这种行为不仅是对林宇的背叛，更是对即将入游的 C 轮投资方红索和高恒的严重商业欺诈。游戏结束。小林，去给我订一张明天飞 B 市的机票，另外给赵凯的总裁办发一份律师函，告诉他下周3的 C 轮签约仪式，君和律师事务所将送他一份大礼。赵总，凌云智控马上就要跻身独角兽行列了，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您最想感谢的人是谁？我最想感谢的是这个伟大的时代，当然也要感谢我们团队的每一位成员。虽然有些早期伙伴因为跟不上公司的发展节奏而遗憾退队，但凌云的军功章上永远有他们的一笔。掉队。赵总口中的掉队，是指用阴阳合同强行洗罗核心创始人的心血，还是指利用职务之便，把公司8000万的现金洗进自己远房亲戚的口袋里？你算什么东西？保安呢？谁放这种疯子进来的？今天是我们凌云智控签约的大日子，岂容你在这里血口喷人？鄙人顾阳，君和律师事务所合规部总监，代表我的当事人林宇先生，正式向赵凯先生提出严正交涉。各位资方大佬，在你们签下那8个亿的支票之前，不妨先看看这份财务审计报告，里面详细记录了赵凯先生是如何通过星汉科贸等3家壳公司进行关联交易造假，虚增1.5亿营收，并涉嫌挪用公司资金高达8000万元的完整资金链条。污蔑，这全是你伪造的！我要告你们诽谤！赵凯，我是做风控出身的，没有100%能送你进局子的证据，我今天就不会站在这里。经侦大队的人就在楼下的咖啡厅待命，你现在有2个选择：第一，我10分钟后报警。你今天不仅融不到1分钱，还会因为职务侵占罪和商业诈骗罪去里面踩10几年的缝纫机。凌云智控今天当场破产清算。第二，在这个会场上，当着所有投资人的面签下这份协议，原封不动地还给他，并且引咎辞去 CEO 职务，退居2线。顾阳，你做事太绝了，你不怕鱼死网破吗？鱼死网破，你错了。在绝对的实力和规则面前，鱼一定会死，但网绝对不会破。你还有最后60秒的时间考虑，是签协议还是戴手铐？各位，蛀虫已经清理干净了。现在的凌云智控由真正的技术核心林宇先生重新掌队，其财务漏洞，我们君和团队会协助在上市前进行合规化处理。各位如果还对凌云的核心技术感兴趣，签约仪式现在可以继续了。我的顾总监，首战告捷了吗？大获全胜，订好回程的机票，我们去挑婚戒。顾总监，这件怎么样？会不会太高调了？顾太太的婚纱没有高调这个词，只有理所应当。就这件了。在处理完凌云智控的案子后，我在君和乃至整个 A 市的顶级投行圈彻底一战成名，事业的稳固让我终于有时间和精力来兑现给秦雅的承诺。我们的婚礼定在下个月20号。顾总监，这件怎么样？会不会太高调了？顾太太的婚纱没有高调这个词，只有理所应当。就这件了。在处理完凌云智控的案子后，我在君和乃至整个 A 市的顶级投行圈彻底一战成名，事业的稳固让我终于有时间和精力来兑现给秦雅的承诺。我们的婚礼定在下个月20号。顾总，出事了，您最好立刻看一眼我发给您的邮件。小林，不用慌，这篇文章早不发晚不发，偏偏卡在今天发。明天是不是天海集团那个50亿的并购案最终招标会？对，顾总，您的意思是这是竞争对手干的？
我们明天最大的竞争者是成泰律所的徐峰团队，可是拿这种家长里短的私事来攻击您的商业信誉，手段也太下作了吧？下作，但很管用。天海集团的董事长林振华是出了名的老派热将，最看重的就是忠孝节义和家族观念。徐峰这是算准了林振华的软肋，想用道德污点一剑封喉，把我从明天的招标会上踢出去。是不是出什么棘手的事了？一点商业上的小把戏。有人觉得我是一头没有感情的冷血动物，想拿这个做文章。既然他想玩，那明天我就让他见识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风控，什么叫做绝对的理性。林董，各位高管，并购案的合规审查不仅仅是看方案做得多漂亮，更要看负责人的品行和道德底线。毕竟这关乎天海集团50亿的身家性命。顾总监，最近圈子里都在传您的英雄事迹，听说您为了一点房产纠纷，不仅将长辈扫地出门气到偏瘫，还亲手把表弟送进了监狱。我个人对您的业务能力很钦佩，但您的这种近乎冷血的行事风格，实在让人不得不担忧。一个连亲情都能肆意践踏的人，真的会把客户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吗？林董，泰海集团向来以仁义立起，我建议在选择合作伙伴时，必须慎重考虑负责人的道德风险。在我顾阳的字典里，从来没有自证清白这个词，因为自证就是落入敌人的逻辑圈套。徐律师说的对，负责人的底线确实是决定50亿并购案成败的关键。林董，网上的传言只说对了一半，我确实亲手把表弟送进了监狱，但原因不是为了独占房产，而是因为他伪造我的签名，涉嫌30万的合同诈骗。我今天想请问林董，如果天海集团内部有您的侄子亲戚，利用职务之便挪用公款、伪造公章、出卖公司机密，您是会因为血脉亲情而选择包庇隐瞒，让天海集团背上致命的法律风险，还是会挥泪斩马谡，用最冷酷的手段清理门户，以保全集团5万名员工的饭碗？我顾阳的底线从来不是什么虚无缥缈可以被人拿来道德绑架的人情世故，我的底线是白纸黑字的法律，是不可违背的契约精神，是对风险的绝对零容忍。面对触犯底线的人，不管是陌生人还是血亲，我都会毫不犹豫地用铡刀切断这根毒藤。林董，泰坦集团这次海外并购面临的是极其复杂的国际法务和不可控的商业陷阱。您需要的不是一个会跟您拉家常讲亲情的道德楷模，您需要的是一头在规则之内能为了客户利益咬死一切风险的冷血恶狼。而我的无情，正是我能为您守住这50亿资金的最极致的底牌。强词夺理，顾阳，你这是在偷换概念。不管你怎么说，你骨子里的残忍是洗不掉的。徐峰，既然你这么喜欢谈道德和亲情，那我们就来谈谈你的亲情。1周前，成泰律所的公共账户上莫名流失了500万元的过桥资金，而这笔钱最终进入了澳门某赌场的一个叠码仔账户。而当时在赌场贵宾厅里输红了眼的，正是你的亲小舅子，成泰律所的财务副主管王健。你为了维护所谓的亲情和家庭和睦，不仅没有报警处理你的小舅子，反而利用职权做假账填平窟窿，这就是你口中的仁义。林董，一个连自己公司500万公款都能为了亲戚随意抹平，毫无风控底线的人，您敢把50亿的资金池交给他来把关吗？简直是行业的败类！保安，把成泰律所的人给我请出去，并且通报全行业，天海集团旗下所有业务永久拉黑成泰。顾总监，让你见笑了。商业本质是契约，不是人情。50亿项目正式交由君和负责。听闻顾总监下月举办婚礼，若是不嫌弃，我想来讨一杯喜酒喝。林董大驾光临，是顾某的荣幸。顾总，您刚才在会议室里简直太神了，不仅绝地反击，还直接把徐峰给物理超速了。不过您是怎么查到他小舅子挪用公款的？时间那么短。当一篇文章在内网发酵的时候，我就知道是谁在背后捣鬼。对付敌人，永远不要去回应他抛出的问题，而是要去挖他的老底。我在查成泰律所近期现金流的时候，发现了一笔诡异的对冲屏障，稍微用点手段一炸，真相就不难还原。
在这个名利场里，只要不犯规，理性永远是最好的武器。曾经那个为了面子和亲情不断妥协、委屈自己的顾阳，已经死在了那个被换掉门锁的夜晚。如今站在这里的是一个掌控着100亿合规资金、拥有绝对边界感、能用法律和理智将所有魑魅魍魉碾碎的猎手。顾阳，谢谢你，谢谢你给了我一个干干净净、没有委屈的家。我说过，从今往后，我的领地内只讲规矩，也只爱你。怎么不在家好好休息？今天不是产检的日子吗？宝宝在家里闹腾，我想着干脆来看看他这个工作行爸爸。你这几天为了青云城凹那个1000亿级的旧城改造项目，连着熬了3个晚上了。快收尾了。青云城豆这个项目不仅涉及的资金盘子大，最关键的是，它的核心改造区域在老家清河县，那里宗族势力盘根错节，水很深，风控做不到位，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或资金黑洞。清河县，你姑妈他们一家不就在那里吗？你这次回去实地尽调，会不会遇到他们？说实话，我根本没把他们放在心上。对于现在的我来说，他们不过是旧城改造地图上一个微不足道的坐标点而已。小林，清河县那边的拆迁推进进度怎么样了？有没有遇到什么阻力？顾总，前期90%的拆迁协议已经顺利签署，但城南老旧家属院那边遇到了几个典型的钉子户。他们纠集了一帮社会闲散人员，堵住了施工车队，要求给出超出法定补偿标准5倍的天价安置费。当地城投公司负责人不敢强拆，怕闹出负面舆情影响项目融资，现在进度完全停滞了。通知城投公司负责人，明天上午10点，我亲自带法务风控团队去清河县黔南家属院现场。我要让他们知道，横亭称君和的钱，不是靠撒泼打滚就能讹到的。顾总，您可算亲自来了。这帮钉子户太难缠了，尤其是带头的那个，据说是个刚从牢里放出来的劳改犯，懂点法律皮毛，天天在现场拉横幅开直播，说我们官商勾结欺压百姓，我们实在不好下手啊。大家千万别签协议，他们这就是在抢劫。我查过法律了，我们那加盖的3层楼必须按商业面积赔，少1分钱，今天这挖掘机就别想从我身上压过去。你查的是哪国的法律？谁告诉你违建的面积可以按商业补偿？顾阳，怎么是你？你来干什么？我来处理清河县旧城再样改造的尽职调查和法务合规。没想到李总口中最棘手的法盲和流氓是你。哎哥，杨哥，原来这个项目是你负责的啊，那太好了，大水冲了龙王庙啊！我是浩浩啊，你表弟啊。既然这项目是你管的，你随便手指缝里漏一点，把我们家这栋房子的补偿标准提个5倍8倍的，哎，对不对？对你来说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对不对？哥，你看我妈都这样了，当年我们是做错了一些事儿，可我也坐过牢了，惩罚也受够了，咱们毕竟血浓于水啊。你现在这么有钱，随便给我们个1、2千万的安置费，这事儿不就平了吗？你也不想让你家亲戚在大街上拉横幅，丢你顾大律师的人吧？小林，现场普法。根据我国国有土地上房屋招收与补偿条例以及清河县的城乡规划档案，给他算一算，他所谓的5倍补偿，在法律上叫什么？孙浩先生，您名下的这栋自建房，房产证登记面积为65平方米。而您目前实际占地及加盖的3层建筑总面积达到了210平方米。根据调取的卫星测绘图和城建局档案，超出部分全部为您过去5年内违法私自加盖的违章建筑。根据法律规定，违章建筑在征收时不予任何补偿。如果您阻碍拆迁，索要高额费用，构成涉嫌敲诈勒索罪。按照您的索要金额计算，足够让您再回监狱待上10年。放屁！你们这是仗势欺人！什么违章建筑？大家都是这么盖的。顾阳，你这是公报私仇！我要去省里告你！我要找媒体曝光你这个六亲不认的畜生！告我？曝光我？去吧，媒体的联系方式我可以让小林提供给你。不过在这之前，你最好先看清楚这份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原本地方城投公司为了息事宁人，对于违建部分还会给予一定的材料辅助费。但既然你跟我谈法律，
要求绝对的公平。好，我成全你。从今天起，你家的房子严格按照房产证上的65平米发放补偿款。不仅如此，由于你加盖的违章建筑严重影响了城市规划，根据相关行政稿为，现在对你的违建部分进行依法拆除，而拆除产生的所有工程借息费用、人工费用、垃圾清运费用，将全部从你那65平米的合法补偿款里扣除。扣除强拆费，那扣完还能剩多少？根据估算，扣除各项拆除成本后，您的最终拆迁补偿款大约还剩下14200元整。哥，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不该贪心，我不该闹事，求求你按正常的标准赔给我吧。路是你们自己选的，当年你们强占我房子的时候没给我留生路，伪造我签名借高贷的时候也没想过给我留生路。成年人的世界，做了选择就要承担代价。李总，让法务把通知书贴上，15分钟后挖掘机准时进场，依法拆违，谁敢阻拦，交由相关部门依法处理。是，顾总，保证完成任务。回首这跌宕起伏的几年，从那个被至亲背刺夺走房产的憋屈夜晚，到如今手握规则利刃，立于财富巅峰，我无比庆幸自己当初的觉醒。这个世界从来不会奖赏没有底线的善良，也不会怜悯没有牙齿的软弱。当你不够强大的时候，周围全是吸血的恶鬼；当你站在规则的顶端，将理智和边界感化作最锋利的刀刃时，整个世界都会为你让路。